你好，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材料啊，里面藏着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案子。他的判决书里有句话，我看了以后就觉得，简直是匪夷所思。是哪一句？他说，被告人具有很高的学历和知识水平，应辨别是非。你听听，一个人的博士学位，怎么就成了他理应知法犯法的证据了呢？没错，这几乎就是整个案件最核心的那个矛盾点，也是所有分析材料都绕不开的一个结儿。我们今天就是要为你梳理清楚物理学博士陈金元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因为在网上转了点东西，被判寻衅滋事罪，关了1年8个月。而且我们手头的材料非常全，有一审判决书、2审的裁定书，有他本人在监狱里写的上万字的自辩信，还有最特别的是什么？一系列用中国古代哲学，从王夫之到顾炎武来剖析这起当代案子的文章。是的，所以咱们的任务就是帮你把这些线索都串起来，看看这案子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逻辑。这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法律问题了，它更像一个棱镜。真的，透过它你能看到当代社会里关于言论的边界、法律的弹性、知识分子的角色，甚至是真理和权力之间那种永恒的博弈。好，那我们就从案子本身开始吧。这个罪名寻衅滋事罪，你可能也听过这个说法，很多法律分析材料里都管它叫口袋罪。是，意思就是它像个什么都能往里装的口袋，因为它的定义本身非常模糊，所以那个适用范围就特别广。检方的核心指控就是在2019到2022年这几年里，陈金元用翻墙软件在境外的社交媒体上散布了所谓的虚假言论，并且造成了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结果就是一审判我1年8个月，他上诉，然后2审维持了原判。但就像我们开头说的，最让人困惑的是一审判决的逻辑，法庭到底是怎么论证他有罪的呢？这恰恰是最吊诡的地方。判决书里其实并没有提供什么扎实的证据来证明陈金元明确知道他转的信息是假的。法庭用的是一种推论。对，他的逻辑链条是这样的：第一，陈金元是物理学博士，学历很高；第二，学历高的人知识水平就高；第三，知识水平高的人理应能辨别是非真假。所以结论就是他一定是明知故犯。等等，这听起来太奇怪了。这不就等于说，因为你聪明，所以你肯定是坏人吗？这在法律上能站得住脚？一份法律分析材料直接就把它称为一种极其危险的身份性有罪推定。身份性有罪推定？对，说白了就是高学历有罪论。他绕过了证据，直接从被告的身份标签下手，这在现代法治精神里是很难想象的。那陈金元自己肯定不接受这个逻辑。他在上诉书和他那封长长的狱中信里是怎么为自己辩护的？他的辩护非常有意思，充满了那种学者的色彩。他主要反驳了3点。第一，关于虚假信息，他没有直接说那些信息是真的，而是引用了柏拉图那个著名的洞穴隐喻。洞穴隐喻。对，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像是洞穴里的囚徒，看到的只是墙上的影子。谁有能力100%确定自己就掌握了绝对真理呢？这个角度很佛学。他认为，作为一个学者，他的责任恰恰就是对信息保持一种开放和批判的态度，而不是盲从任何一种所谓的官方真相。用哲学来做反例辩护，这本身就有很画面感了。那第2点呢？关于那个所谓的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这点就更绝了。他居然想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反驳。专业知识，他是物理学博士。没错，他说可以用他研究的复杂系统物理模型，具体来说叫雪崩动力学。雪崩动力学，这又是什么？听起来很高深。其实原理不复杂。雪崩动力学研究的是，在一个复杂系统里，一个微小的扰动，比如说一颗小石子松动了，是怎么通过连锁反应，最后引发一场摧毁一切的大雪崩的。我明白了。陈金元的意思是，要造成所谓的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就需要这样的雪崩效应。而他的论点是，
他那个只有几十个粉丝的社交账号，偶尔转几条帖子，就像是在一座巨大的雪山脚下扔了一粒沙子，影响微乎其微。对，从物理模型的角度看，根本不可能触发任何有效的网络传播雪崩。他是在试图用一种科学的可量化的标准，去挑战一个模糊的主观的法律指控。这真是一场世界观的冲突。他想用科学理性去跟一个可能并不按这个逻辑运行的系统对话。那他的第三个辩护点呢？是选择性执法。他指出，他转发的很多内容，原创作者或者其他成千上万的转发者都安然无恙，为什么偏偏就他这个没有任何背景的独立学者被抓了？他认为这背后有不公平的因素。逻辑很清晰，论证也很有力。但我们知道，二审还是维持了原判，驳回上诉的理由是什么？理由简单到让人吃惊。二审的那个刑事裁定书里，核心意思就一句话：驳回上诉，因为上诉人未提交新证据。他人已经在监狱里了，怎么去寻找新证据？所以一份法律分析材料尖锐地指出，这完全颠倒了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怎么说？本来应该是控方，也就是检察院，拿出证据来证明被告有罪，这是无罪推定的原则。但现在法庭却反过来要求一个已经被剥夺自由的被告自己去寻找证据来证明自己无罪，这在程序上是一个根本性的扭转。好，程序上的问题我们看清楚了，但现在让我们回到最核心的地方，他到底转发了什么东西能被定性为虚假信息和谣言？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因为当你看到他具体转发的内容时，整个案子就显得更加复杂了。在他自己的万言书里，他把涉案的几十条帖子分成了4类，这个分类本身就很有启发性。说来听听。第一类是纯粹的艺术作品，比如一幅描绘香港抗议运动中撑伞女回的漫画，还有一些针对领导人的讽刺漫画。第二类是观点和评论，这里面甚至包括美国驻华使领馆的官方外交贴文，还有像学者许章润的文章，以及一段川普批判共产主义的演讲视频。等一下，艺术作品和观点评论这些东西，它本质上好像很难用真或者假来衡量吧？你完全说出了问题的关键。一幅漫画，它就是一种表达嘛，它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一篇评论代表的是一种立场，而不是一个事实。完全正确。剩下的2类也很有意思。第3类是主观的情感表达，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在某个特殊的纪念日转发了一张烛光的图片。第4类才涉及到一些事实和历史陈述，比如一篇讨论毛泽东选集编辑历史的文章，或者一张反映退休高干工资单的图片。所以说，这4类内容除了最后一类可能涉及到事实核查之外，前面3类艺术、观点、情感在法律上被笼统地归为虚假信息，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逻辑跳跃。正是如此，这也引出了那些佛学分析材料的切入点。他们问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法律上的虚假和我们常识里的谎言到底是不是一回事？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把好几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都请了出来。这个角度非常有意思，他们是怎么分析的？比如，有一篇分析引用了明末大思想家王夫之的理论。王夫之的核心观点叫理在事中。理在事中？对，理就是我们说的规律、真理，事儿就是具体的事实。他认为，任何理都必须存在于具体的事当中，不能脱离事实空谈道理。那这跟陈经元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分析者认为，法庭的判决逻辑恰恰是理从事外。他先有了一个你扰乱了公共秩序的结论，这个理是预设好的，然后再回头去找陈经元的转发行为这些事儿，强行套上去作为证据。在王夫之看来，这种脱离了具体事实分析的理就是虚妄的，是权力意志的产物，而不是事实的产物。我明白了，这是从事实认定的层面来分析。那对于那些漫画评论呢？另一份材料动用了魏晋玄学的智慧。玄学家特别讲究一个概念，叫得意忘言。得意忘言，意思是语言、文字、图像这些都只是工具，是言和象。真正重要的是他们背后要传达的深层含义，也就是那个意。我们应该透过表面的言辞和形象去领会背后的真意。所以
法庭仅仅抓住一幅漫画的表面形象，判定它构成了侮辱，这在玄学家看来，就是典型的直言害义或者直向害义。因为过于执着于表面的符号，反而损害甚至完全误解了它背后真实的意图，比如说讽刺、批判或者一种艺术表达。从这个角度看，把一幅讽刺漫画仅仅解读为侮辱，可以说是一种哲学层面上的没文化了。这些哲学分析真是入木三分，但更具冲击力的，恐怕还是陈金元自己在信里披露了一个细节，他在庭审现场的经历。是的，那一段描述读起来确实令人震惊。他说，他的律师在法庭上当面问检察官：“你是否核实过你指控的这些帖子到底是不是谣言？”结果检察官当庭回答说，他没有核实过。什么？没有核实过？对，而且他说也不打算去核实。那定罪的依据是什么？这简直了！依据就是检察官接下来说的3个字。他说，因为我觉得这些帖子是谣言。我觉得？就凭我觉得？这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这几乎让整个审判变成了一场基于主观感受的表演，而不是事实的辩论。所以陈金元在信里说，这个我觉得几乎就是整个案件审判逻辑的缩影。而那些哲学分析材料也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认为这恰恰印证了他们的判断。这起案件的核心冲突已经不是事实和谎言的冲突，而是另一种更深刻的冲突。是什么？是客观的需要被验证的利益，无论是事实之理还是法理，被主观的无需证明的权利意志给取代了。一份用程朱理学分析的材料说得很直接，这就是人欲对天理的彻底胜利。那么这一切对于陈金元个人，对于他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又意味着什么呢？他在信里似乎很在意自己的一个身份。对，他反复强调自己是一个独立学者，他不隶属于任何官方机构，也没有任何职位，就是一个凭着自己的兴趣和良知去读书、去研究的人。而多份哲学分析材料也都把焦点放在了他这个士的身份上。士就是中国传统里对读书人、对知识分子的称呼。所以这个案子也被看作是当代世人困境的一个缩影。完全可以这么理解。比如一份分析文章引用了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那句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就很有名。文章认为，陈金元的行为，比如他坚持对信息保持批判态度，不盲从任何权威，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而法庭的判决无异于对这种精神的暴力性践踏。这说的是学者的精神内核。那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呢？另一份材料引用了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你肯定听过那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很多人不知道，顾炎武的原话其实区分了亡国和亡天下。他认为朝代更迭那是亡国，是王侯将相的事儿，而当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都败坏了，那叫亡天下。亡天下。对，这时候每一个普通人，也就是匹夫，都有责任站出来说话，去匡扶正义。文章认为，陈金元关心公共事务，转发他认为值得关注的信息，正是在践行这种匹夫有责的古老信念。但吊诡的是，在这个案件里，履行这种责任的行为本身却被定义成了犯罪。是的，还有个思想家谭嗣同也被提到了。晚清的谭嗣同。是的，他面对的是一个思想禁锢的时代，所以他激烈的主张要冲决网罗，就是要冲破一切束缚思想、压抑人性的无形网罗。那份分析就指出，在本案中，那个定义模糊的寻衅滋事罪，恰恰被用来编织了一张新的无形网络，而陈金元就是那个撞上这张网的士。如果把这些线索串起来，一个更清晰的图像就浮现了。但还有一个关键信息，似乎让整个案件的性质变得更加复杂，是陈金元在信里披露的关于一位检察官的私下谈话。没错。这是一个无经法庭证实，但被陈金元详细记录下来的说法。他说，一位检察官曾私下对他的律师承认，这个案子本来就是小皮事儿，但因为有上层领导特别指示，所以必须办成铁案。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那就意味着整个案件的关键
可能已经不再是陈经元到底转发了什么，甚至也不是他的博士身份，而是他的存在本身。一个拥有知识、习惯于独立思考，并且不依附于任何体制的个体，他的这种存在状态，可能本身就被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这就触及到了一个更深刻的危机，也就是材料里反复提到的世道的危机。在一个强调高度统一和秩序的社会里，一个坚持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的位置到底在哪里？我们从一份关于高学历的奇特判决书开始，一路深入到陈经元案的卷宗细节，他本人的万字辩护，以及一系列用中国古代智慧进行的深刻解读。我们发现这起案件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个人因为转发帖子被判刑这么简单。是的，它触及了一连串真正的大问题。在一个信息真假难辨的时代，法律该如何界定真实？当个体的表达权与抽象的公共秩序发生冲突时，天平应该倾向哪一边？以及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在今天的社会里应该如何自处？如果你想记住咱们这次讨论的核心，那几个关键词或许可以帮你。对，记住这几个充满张力的对比：高学历有罪论的荒谬逻辑，二审法院那个举证责任导致的程序瑕疵，检察官那个振聋发聩的我觉得，以及所有这些背后，从古代哲学中射出的永恒较量。是理大还是利大？是公益重要还是私益重要？最后，我们想把陈经元信中的一个观点留给你。这个观点可以说把他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的困境展现得淋漓尽致。他提到，自己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深受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这类思想的影响。他从骨子里就明白，任何逻辑系统都有其局限，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所以他对世界永远保持着一种根本性的怀疑。是。然而，那个审判他的司法系统却要求他拥有绝对的100%的确定性。你理应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悖论。一个声称自己掌握了绝对标准的体系，正在惩罚一个拥抱科学与哲学怀疑精神的学者。所以，我们想请你思考的是，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真假难辨的世界里，对我们来说，更大的威胁究竟是来自于那个承认自己我不知道，承认自己无法掌握全部真相的个体，还是来自于那个宣称自己掌握了唯一标准，并以此去惩罚所有质疑者的体系？